一只珍稀的雌性白枕鹤，在自己24岁这年，终于愿意求偶交配。可他选定的终生伴侣，却是一直照顾自己的男饲养员。这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故事里，白枕鹤叫做胡桃，如今一人一鹤已经相恋了19年。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胡桃生来就是一只不幸的白枕鹤，他的父母曾落入盗猎者手中，幸亏得到国际鹤类基金会的救助才活了下来。之后，胡桃出生了。然而，当他还是一个蛋的时候，工作人员为了刺激他的母亲多产卵，将它转移到了孵化器中，开始人工孵化。这就导致胡桃破壳之后，先看到了人类饲养员，也就认为人类是自己的母亲，自己不是一只白枕鹤，而是人类。他的举动属于正常的印随行为，也被称之为明印学习，指的是动物出生后会将自己看到的第一个会移动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母亲。胡桃还没长大的时候，就和其他一些白枕鹤一起过海来到美国，为扩展美国鹤群的基因池做贡献。可到了美国后，胡桃的繁殖却出了大问题。白枕鹤的性成熟一般在2到5岁，但认为自己是人类的胡桃，即使早超过这个年纪，依然没有想恋爱的意思。眼看胡桃的年纪一拖就到了10几岁，国际鹤类基金会有些急了，他们将胡桃送到丹佛动物园，给他挑了一只合适的雄鹤，但胡桃却不愿意接受基金会安排的这门亲事，反而残忍地将这只雄鹤杀害了。基金会仍不死心，找了一家新的动物园，为他物色一只更加出色的雄鹤。可胡桃依旧不肯接收，同样将这只雄鹤杀死。自此以后，基金会放弃了替他寻找伴侣的念头。人们惊叹他连杀2人丈夫的战绩，给他取了个黑寡妇的外号。原本人们以为胡桃要做一辈子的寡妇。2004年，胡桃被转移到史密斯生物保护学研究所时，事情迎来了转机。那个注定与胡桃有一段独特恋情的克里斯·克罗，当时正好也在史密斯生物保护研究所里当饲养员，工作是照顾17只鹤和36只鸭子，胡桃就是其中之一。开始的时候，胡桃并没有对克罗表现得特别热情，反而充满敌意。克罗一旦进入他的院子，胡桃就会扑腾着翅膀将他赶出去。时间久了，克罗的温柔与耐心消除了胡桃的敌意，慢慢接受了他。2005年，胡桃忽然对着克罗扇动翅膀，上下点头，发出一声声鸣叫，跳起了白枕鹤的求偶舞。可为什么胡桃会向自己求偶？克罗并没有细想这个问题，也没有做出鹤之间该有的回应。大家都认为24岁的胡桃这是想恋爱了。如今繁殖期即将过去，只得来年再给他安排合适的对象。第2年繁殖期到来时，胡桃再次跳起求偶的舞蹈，可这次他依旧只对着饲养员克罗展示自己的舞姿。事实很明显，他爱上了自己的饲养员克罗。白枕鹤胡桃选择了饲养员做自己的伴侣，想要改变已经很难了。即使能纠正过来，24岁的他也不可能再跟其他雄性自然交配受孕了。全世界的白枕鹤只有5000只左右，每一个可能让它们繁衍的机会都非常珍贵。白枕鹤是亚洲特有的动物，而美国现在的白枕鹤都是人工繁育的种群，需要定期增加其他种群的鹤参与繁殖，才能避免这些鹤出现近亲繁殖。于是，明白胡桃心意的克罗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决定与胡桃进行模拟交配，趁机进行人工受精。一开始，胡桃很配合地将自己的泄殖腔打开接受受精，可克罗却因为缺少经验，进行人工受精时让胡桃很不舒服。最后，胡桃提前逃离，人工受精也因此失败。克罗吸取了教训，仔细观察学习白枕鹤的交配后，决定进行第2次尝试。这一次，克罗模仿雄鹤的动作去与胡桃接触，胡桃没有再跑开，人工受精顺利完成，胡桃成功怀孕并产下后代，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克罗与胡桃算是结为一对特殊的夫妻了。尽管当一只鸟的丈夫很难，但克罗还是很认真的去做。白枕鹤是每年都会筑巢的候鸟，筑巢的工作通常需要夫妻俩配合进行。克罗总会寻找一些筑巢的材料送给胡桃，这是白枕鹤之间表达爱意的方式。尽管许多时候克罗挑选的材料胡桃都不满意，但他还是表现开心的样子。胡桃对克罗的包容不仅如此，克罗每周都会休假，在他消失的这段时间里，胡桃尽管有些不满，但慢慢的还是习惯了。
从2005年胡桃第一次求偶到如今已有19年，这19年里，胡桃总共生下了8个后代，其中2只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每次谈到这些孩子们，克罗都开笑说自己和胡桃当上外公外婆了。每当谈起未来的打算，克罗也总是笑着说，哪怕我到了退休的年纪，只要他还在这里，我就不能离开，不然我感觉自己像渣男。雌鹤与自己的饲养员克罗相恋19年后，2024年这个故事迎来了结局。相较于其他鸟类，鹤类有着相对较长的寿命，一般野生白枕鹤能活到30到40岁左右，人工饲养的白枕鹤最高寿命达到了60岁。克罗只比胡桃大5岁。当他说只要胡桃还在，他就不能离开的时候，人们感叹他的责任心以及对待爱情的认真态度，认为这段爱情会延续很久。可2024年1月2日早上，一向无忧无虑的胡桃突然没有进食，紧接着身体状况出现了恶化，工作人员立即安排他住了院。可即使医生抓紧抢救，依旧无力回天。最终，42岁的胡桃因肾衰竭而死，一人一鹤19年的传奇恋情也到此结束。克罗与胡桃这段爱情的特殊性，难免要招来一些特殊的声音。每当听到这样的流言蜚语，克罗总是一笑置之。他表示，就算这些关于自己的古怪笑话听起来很不舒服，但只要能让人们多多关注白枕鹤，就觉得无所谓。毕竟白枕鹤是7种濒危鹤种之一，它的名气远远低于丹顶鹤和黑颈鹤，以至于它们的生存状况得不到重视。当然，比起一些不友好的言论，更多人都相信他们就是真爱。即使不相信轮回说的人，也愿意相信胡桃与克罗前世其实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只是这一世一个成了人，一个成了鹤。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荒诞，但也弥补了二者之间的遗憾。虽然今生不能做一对真正的夫妻，但前世或是来生，他们还能在一起。在和胡桃成为伴侣的时候，克罗也仅仅只是个29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单身，几乎每天都和胡桃在一起。曾有外国记者采访克罗时，调侃地问：“为什么他一直不找个女朋友？”克罗也同样半开玩笑似的回答：“贺小姐拉高了我的择偶标准，我很难再找到一个因为看见我就会开心到跳舞的女人。”如今，这段长达19年的特殊恋情，因为贺小姐的寿终正寝而结束。愿天堂的胡桃能够得到安息，愿人间的种种美好能够继续。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